出来吧。累不累啊？吓我一跳。挺巧了。是啊，我上次在高队这儿落了个东西，我进来找一找，还真没有。那我先走回去。回来。钥匙哪儿来的？什么钥匙？你说什么钥匙啊？找什么来了？打你来警队那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你是奔着什么来的。但是我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，我再来晚一步，你的性质就变了，知道吗？立马离开警队。海州市公安局大门以后永远向你关闭的。我要看卷宗。你要看什么呀？我要查海州案，我要看海州案的卷宗。这么多年，你从来没想过查海州案，是不是？你把海州案继续查下去，你的秘密就被别人知道了。你今天所得到的一切荣誉都会消失掉，对吗？冷小兵，我告诉你，你不查，我查。今天别拦着我。你要是不拦着我，可以装作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。但如果你拦着我，我就拦着你了。我还真就拦着你了。你现在就把当年的事说出去。你现在就把当年的事说给每一个人听。我每天晚上我都恨不得，我每天晚上我都骂我自己，我每天晚上我都恨不得这个事让所有人知道。你让警队每一个人都知道冷小兵，真正的冷小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也让全海州市的人都知道，当年就是那个冷小兵放走了海州案的凶手。我自己做错的事我担，我这身衣服我该脱我脱。你把这事说出去，我就彻底解脱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谢谢你让我解脱，我也能睡个好觉了。你解脱了，你解脱可真容易。我呢？我告诉你，冷小兵，你根本就不理解。亲眼目睹自己亲近的人被歹徒杀害是什么样的感受，而且这个歹徒现在还在逍遥法外，这么多年了，一点证据都没有吗？啊，这么多年你根本就没有再查过。我告诉你，冷小兵，17年你还是没有变过，你就是那个胆小、懦弱、不可开枪的小警察。但是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知道吗？你不能报私仇。等等。没事，刚才教他两招。签这里是吗？嗯，是的。好的，好了，这边请。哎，您好。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。我要想说的是，自一战时期以来，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残酷的战争给士兵的心灵带来的创伤，发现了怠症症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它的诱因呢，却是变得越来越模糊，越来越不可见。讲的可真是，谢谢潘教授。潘教授，我是海州市医院精神科医生沈宇。对不起，我赶了飞机。是项目让我来找你的。你刚才说你是项目的心理医生？是。他现在怎么样？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找我？他现在在刑警队身份有些敏感，
其实并不是他委托我来的，而是我自己擅自做主，特地想来跟您见一面，了解一下他之前的治疗情况。啊，他现在在你这儿看病？嗯。如果您需要他的病历，我可以。啊，不用。他现在的病情还稳定吗？基本上还算是稳定，但是一见到血还是会犯病。怎么会这样？他的晕血症早就恢复了呀，难道又出现了反复？他最近有些行为异常，我真的很想夏木能快点成为一个正常的人。沈医生，你一定也有自己不少的患者，那为什么对夏木那么关心呢？我和他，我们都是海州案的牵连者。你是真的以为夏木的病仅仅是因为童年的创伤？难道不是吗？夏木的童年创伤啊，已经被治愈了。他有明显的震颤、幻觉，还有无端的窒息，这些都是创伤症的典型表现，怎么会被治愈呢？他能够通过警校的考试，包括面试和心理测试，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而且我侧面也找人打听过，他在警校的这么些年，表现得很好。按理说我不该给你看这些，可是既然你跟他有相同的经历，更了解他的想法，我也想你能够真的帮助到他。有人在前面逼着列下，他在跑，好像是在追一只兔子。不知道谁开了一枪，全都是血，溅我身上全是血，害怕极了，害怕极了，全是血，全是血。所以，我的判断是，他一定是有了新的刺激源，诱发了他童年的创伤。哎呀，可惜我死虎缠身，没有时间去调查清楚啊。那您知道夏木来海州之前都去哪儿生活过吗？啊，湿地保护站，和他的姥爷一起生活。潘教授，我们该走了。夏木的病历您可以给我一份吗？嗯。潘教授，我们今天的谈话啊，我知道，我不会对任何人说的。尤其是刑警队跟警校。明白，明白，放心吧。沈宇，哎呀，还真的是你啊！洪院长，你跟潘教授认识啊？不认识啊，您看错了吧？哦，我还以为你们认识呢。一晃咱们有多少年没见了？7、8年了吧？真没想到，你还记得我。我当然记得您了，我在您手底下实习了这么多年。哦，哎，对了，冷队找过你吗？冷队？哦，就是重案队的冷小兵啊，他是我的朋友，前一阵儿到安定医院了解过你爸爸的情况。我觉得他们可能要调查你爸爸失踪这个案子。怎么，他真的没去找过你吗？还没有。袁叔叔，小雨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我爸饭盒落在办公室了，我去帮他拿下。快去吧。
伯伯，我来找2本书。哎，去吧去吧。姚伯伯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晚餐。饭盒拿到了。我爸这几天得了重感冒，身体不太舒服，所以想请几天假。你可以帮我把这张假条给院长吗？没问题啊，哥哥吧。谢谢严叔叔。没事。龙队，撵进去吧。帮我点会儿混蛋先。得嘞，速3鲜。我把那天晚上监控视频延展了一下，发现夏木在那天晚上9点09分的时候，在海州市肉类批发市场出现过，但并没有发现沈宇。9点09分。嗯，批发市场离沈宇家多远？不是很远，300-400米。夏木到批发市场干嘛去了呢？人到齐了，我说2句。来，我就以茶代酒，希望大家身体健康。来，来，谢谢，谢谢高队，谢谢高队。来，我还有一件喜事要公布，我要为重案队再添1员虎将。陈涵同志的调职申请我已经批准了，从现在起，陈涵就是重案队的1员。怎么，大家不欢迎吗？欢迎！恭喜小陈同学啊！恭喜！欢迎来我们专案，梦想成真了！谢谢大家。是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哎，来胖一个，来，张了啊！来，哥，吃啊！你要是想替我当这重案队队长呢，来吃菜。不是你干比我合适。是。不是你说都2回了，你这安排到我身边，商量都不跟我商量一下，直接就宣布了，你让我对队长咋当啊？总队，上次马云的案子还是我找到的眼镜线索呢。陈涵同志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想让你进重案队，我那是要保护你，我是为你好呢，知道吗？你自己抬眼看看，整个重案队清一色大老爷们儿。每次要办理这起女性案件的时候，还得从别的队调人，你是不嫌麻烦，人家可是一肚子怨言，还说你观念封建、重男轻女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反对无效。来，大家举杯，欢迎陈涵入队！欢迎！加油！来，我一定会好好干的。那是一帆风顺啊。怕回头卷宗啊？跟高队说了你想查。等一下，高队已经上报情况了，你可以了解案情了，知道吗？我就想看卷宗。这卷宗不是谁都能看的，你不光你不能看，我也不能看，懂吗？你这个只能了解案情，你还想干嘛？我真的只是想查案。你呢？那倒也不是不能隐瞒。什么办法？这哪儿？
干什么呀？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搜索案件相关的简报。你确定还要看这些东西吗？先答应我几个条件。你说。第一，不许隐瞒任何信息，有线索第一时间向我报告。第二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擅自行动，听见了吗？第三，这个事仅限你跟我之间知道，不能再牵扯警队的第三个人了。合情合理，我答应你。这些是我做的笔记。首案发生在1991年5月18号下午4点，受害人叫韩秀，女，24岁，案发地点棉纺厂家属院。受害人体内发现了麻醉剂和激松类药，现场没有遗留任何指纹、毛屑、足迹、皮屑等线索，尸体也没有被性侵，没有目击证人。当时没有任何人知道这会是一起连环杀人案的开头。警方最开始倾向于是情杀，排查大量人员之后，没有任何线索。没有线索。3年之后，第2起案件的受害人吴芳芳出现了。当天晚上11点。凶手尾随吴芳芳到达了集装厂单人宿舍，并用钝器袭击其颅脑。凶手改变了作案手法？没有。现场发现了残留的麻醉剂，还有玻璃瓶碎片，打斗的痕迹非常明显。凶手应该是想麻醉吴芳芳的过程中，遭到了吴芳芳的激烈抵抗，打晕之后，并用电话线把受害者捆绑。之后割腕将其杀害。凶手走的时候带走了屋里全部的贵重物品，而且当时案发的辖区属于另外一个分局。管辖的民警根据现场情况，认定这是一起由入室盗窃引起的激情杀人，所以并没有跟之前的案件进行并案。凶手虽然被迫改变了作案手法，但是他的作案特征没有变，他依然还是会每次拿一个闹钟，在受害者昏迷的时候，把闹钟放在受害者面前，并把表盘的一面朝向受害者，行凶之后再拿走。
所以才会留下这个方块的痕迹。1998年，第3起、第4起案件同时发生，中间只间隔了1天，但是距离上一起案件已经隔了4年。之后市里就成立了专案组，我师傅当时就是专案组的实际负责人，也是他当时提出了把这4起案件并案调查的想法。海州案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才宣布正式开始调查。2000年9月份，第5起。为什么是麻醉剂和剂松药？听说过注射死刑吗？凶手应该是在模仿注射死刑。闹钟是为什么？脑中的就是变态的。凶手在折磨受害者。少量的麻醉剂，大量的剂松药，让受害者保持清醒。为什么脑中充斥受害者？凶手想让受害者看着闹钟，看着时间，一点一点死去，是吧？所以他走的时候很痛苦，对吧？啊？老师去给你买鱼啊，老爷做的那种。等我回来。我去洗把脸。服下去之后啊，你会反应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要想真正的治愈啊，最好的办法就是面对创伤。受害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没什么联系，但是共同特征有一个，都是20到35岁之间，面容姣好的青年女性。不是我们就没有一条线索可以查下去吗？有一条。凶手当时用你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打过电话报过警，那上面有他的指纹，但是那个人应该是右手有严重的烧伤，指纹是残缺的。他为什么要报警啊？凶手是一个心思缜密的人，犯罪现场都没有留下指纹，为什么会在公共电话上留下指纹呢？挑衅，他就是要一个仪式感，他就是要告诉我们，
他赢了。有没有关于那个电话的线索？我想看一下，我觉得那条线索肯定可以查下去。说实话，我不想让你帮这个案子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你以后过得像我一样。有人吗？干啥的？大爷，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夏木，你认识吗？找夏木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这不能随便进啊！干什么的？警察。哦，警察同志啊。见过这个人吗？没有。这个呢？好像见过。你们这有监控吗？啊，有。这人是你吗？是我。那天晚上什么情况？那天晚上，那人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。浑身大白色，气都喘不上来，都快憋死了。那脸白的跟见了鬼一样。小平啊，这个人好像有震颤的问题啊。当然了，单从你发的这段视频，我很难判断导致他震颤的原因啊。如果一个人在他童年的时候目睹过凶杀案，那他长大以后会不会有这种情况？完全有这种可能。在医学上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症。如果童年时候的创伤没有及时完全的被治愈，只要遇到类似的刺激，就很有可能诱发病情了。前段时间我们心理学会在海州举办了一次系列讲座，就有这方面的内容。我现在就发给你们啊，你好好的看。 OK， 好的。我想要说的是，自一战时期以来，心理学家为了研究残酷的战争给士兵带来的心理创伤，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，一直发展到今天的。哎，沈月去了。那天他去了。散会的时候我还看到他和主讲人潘炳生一块离开会场。之后我查了一下与会者的名单当中没有沈月，当时我以为完全是一个巧合。顺利吗？顺利，坐了辆车，正往那儿开呢。哎，对了，我爸那边有新线索吗？没有，还没什么进展。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啊？你爸呢？他离开你好久不露面，没什么特别的原因。他就是不想见你，没准成家了，他生孩子了。爸爸，你看，你曾经说过，
只要我获了奖，你就给我买汉堡吃。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啊？嗯。哇，谢谢爸爸。喂，你没事吧，小雨？没事儿。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我接着帮你查啊，你开车要小心点。好。有人吗？干啥的？大爷，我找人。你找谁啊？夏木，你认识吗？找夏木？你是他什么人？我是他女朋友。没听说呀，啥时候处的对象？嘿，这小子挺有眼光的。姑娘，您贵姓啊？我叫小雨，我们也是刚谈没有多久。这2天吵架了，他说他想回老家清静清静，但是我的电话也打不通，信息也不回，我很担心他出什么事儿，就来这边找他。夏木这小子呀，好长时间没在我们这儿了。那您知道这有没有他的什么亲戚啊、朋友啊？他家的情况没告诉你？他只有这么一个亲老爷，是我们站里的保护员。那您带我去见见他姥爷吧。老夏已经去世了，是去年10月份的事儿。去世了？啊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可以啊。他姥爷出什么事儿了？那天巡逻呀，碰见2个盗猎分子，把他姥爷给打死了。出事后，我们站第一时间通知了他的学校。可这小子，一直到现在，都没给他姥爷办葬礼。他姥爷的遗体啊，到现在还在殡仪馆的冷库里。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大哥，大哥，你们2个一个也跑不了。别跟我闲事，我真的会开枪的。哟，同志，你小心拽着你的手上是老伴呢。臭你，还说我！你也老大不小了，什么时候你让我抱一个出外孙子？啊！哎，老夏，你都60了，说说你有什么愿望？愿我的大外孙子将来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警察。你又来这套，你生日你的愿望是什么呀？你平平安安的，就是我最大的愿望。老夏呀，我呢，毕了业想回海州，您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啊，你到哪儿，老爷就到哪儿。老爷在哪儿，家就在哪儿。哎，谁拉车？
等一下，小雨。哎，老夏的烈士证转交给夏沫，还有一笔抚恤金，他得回来到民政局去领取。你跟他说啊，不少钱呢，不过手续很麻烦，让他回来给我打电话，我带他去。行，大爷。哎，那2个盗猎分子被抓住了吗？那2个盗猎分子一个跑了，正通缉呢，还有一个被打成了重伤，跑回就医，在家躺着呢。你好，我们是海州市刑警队的，想跟你了解些情况。哦，可以啊。前2天在这儿开了一个心理学年会，这2个人你见过吗？这不就是那位心理学教授吗？这个呢？这一位实在想不起来了。那天人流量确实挺大的。那天的监控可以看一下吗？哎，停一下。放大。老队，我跟陈涵看了数把的监控了。人家潘鼎生和沈宇之前都不认识，2个人单独聊了20分钟左右。监控画面里，他们拿平板电脑在看一个病人的资料。是夏沫吗？看不见。行，知道了。你念我来了啊。哎，我都到电信局了，你什么时候到啊？现在就去。好，郑队啊，你查的这个固定的电话号码已经停机快10年了。你也知道，我们系统呢一般就保存6个月，遇到特殊情况呢，最多3年。你这10年了，实在找不到了。不是，你能找着啥？哎，老关，帮我查个人。徐英平，资料发我手机上。徐英平在滨江路开了个酒吧，现在你去看一下，地址我一会儿发给你。我去趟老关呢。嗯。你说这事儿奇怪不奇怪？我把管片这20年内所有失踪人口的档案都查了个遍，愣是没有沈海洋的资料。沈宇不是来报过案吗？是来报案了，但只留下这一份受案登记表。那封信呢？沈宇说那是他爸留给他唯一的纪念。结案的民警看完信之后，觉得没什么问题，就还给了沈宇，也没留备份。就完了？哎，这不是。我问过当时负责这个案子的民警老秦，当时他不光去沈宇家做了回访，还特意带了一名技术员去沈宇家采集沈海洋剪裁，结果什么都没找到，没指纹、没足迹、没照片，没有皮屑、指甲、头发。这么说吧，凡是咱们能验到沈海洋身份的剪裁，全没提取到。你不觉得这就像是一个犯罪分子清理现场的典型做法？你是说沈海洋根本就没有失踪，而是畏罪潜逃？就这案子，咱还得查，不光查沈宇，跟沈宇有联系的人全都要查。
谁让你进来乱翻东西的？出去！出去！徐伯伯，你是夏木，印刷厂家属院，您家小店以前就在我家楼下。小夏，你长这么大个啊！今天来我是想问，您家店里以前有个公用电话机，现在还在吗？那你进来的时候，保不准他已经看见你了。我现在是刑警，我想调查一下之前的案子。金兰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。那，在这儿呢。有说话？找着一电话。这破电话还真让你找着了。坏了，我去找技术队王了。这属于古董修复，他干不了。其他案发现场去了吗？去了，都改建了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。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了，我带你修复古董去。走。哎，你好，您是来看房的吗？哎，我自己来。哎，您是之前有了解过，还是你第一次来？了解过。我们就要你那个2号楼1单元302。2号。您说这个楼啊？这房子有是有，但是这是个老楼，没有电梯。我看您这腿脚不方便。哎，您看这个怎么样？就旁边。多管什么闲事啊？我又不麻烦你，我一不出门，二不下楼，这跟腿脚方不方便没关系。手机。搞定，你现在可以在手机上看了。哎，你这属于非法监视别人，你知不知道？哎，东窗事发之后，我是要坐牢的，关好几年呢。你真的不打算跟我解释一下啊？你知道的越少越好。你在卫生间里加一台摄像机，这里正好对着夏木进出的路。就这儿，这家都开20多年了，他这儿修不了哪儿的维系了。哎，潘大夫你认识啊？哪个潘大夫？姓潘大夫多了，去电话去啊。心里难受别憋着，那憋出病了。老板，哎，有什么事吗？我这有一个老电话，你能修吗？我看看。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年头太久了，修不好。这。你修这胖人家干嘛呀？
这电话有储存功能吗？有啊，有块电路板就有存储功能。我要找个电话号码。哦，全在这里边呢。你，啊，这别着急，别着急啊。看，出来了。能打印一份给我吗？哦，能。沈医生，何先生，药都吃了吗？怎么样啊？吃完了。我头疼，越来越严重了。我都好多天没睡过好觉了。我总是看见他在我屋里走过来，走过去的。药物治疗本身就只能是缓解，不过没关系，我都已经安排好了。明天你来一趟医院，我们开始正式的治疗。好。行，那明天见。喂，爸。是你吗？爸。
哎，怎么就晕倒了呢？这……来，让一下。让，来，起，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这孩子也是。别怕，你现在在医院，不怕啊。医院？对啊，你被送来的时候就已经昏倒了呀，多亏你邻居帮你做了心肺复苏，要不然你就危险了。邻居，快点躺下。有没有人？你别乱动啊！哎，我没病。哎，你怎么没病啊你？我真没病。哎，你最好是在医院观察一天。两队走，走。两队，哎，猫娘，两队，来两队。哎，两队，茶给你泡好了。好嘞，谢谢啊。哎，你好。两队，你好，我是新安县刑警队的吴鑫。新安县？啊，对。听警队的说，夏木在你们那儿实习吧？对啊。那夏木最近没有离开海州市吧？没离开我，每天都来上班。那好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是怎么着？出什么事儿了吗？啊，没事儿，伤害夏木他姥爷的凶手出事儿了。夏木他姥爷？啊，对啊。这个夏木没跟你说吗？他姥爷被人伤害了。什么时候的事？去年10月份，夏元朝在保护区巡逻的时候，遇到了2
个造鸟分子，双方发生了冲突，造鸟分子一个重伤，一个逃逸，大元朝不幸牺牲了。那个盗猎分子是怎么死的？是意外。行，老队，那不打扰你了，有事再给你联系。喂，你给我打电话了？啊，这都几点了，不来上班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睡过头了。我现在就过来。你赶紧的啊。这多大领导要来呀？支队长亲自打扫卫生。行了，你别演了，人领导来早着呢，人来那天你再演。谁演了？你以为我像某些人一样啊？我自己申请设立的专案组，当然办公室我要把它打扫得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，这样也有点仪式感嘛。仪式感？仪式感你给人家弄到杂物间来？为什么我要把专案组的办公室设在这儿啊？就是为了远离支队日常的办公区域，懂吗？你就直说想远离我得了呗，还远离支队办公区域。哎，你还真说对了，主要防着的就是你。我就是想问问那个，这个，都谁参与专案组啊？你不就是来打探消息的吗？不是，我呀，是从小道消息听说，省务政界领龙进了一批新设备。技术大升级了，大数据时代。我琢磨着，要是把咱们那批老物证拿回去重新筛查一遍，说不定以后能大大缩小我们的排查范围。哎，你等等，你刚才说谁们？啊？哎，你们，这就对了，这才是有觉悟。行了，你也别演了啊，不劳烦队长你了啊。总之。你记住，以后这间办公室，包含这条走廊，我都不想看见你。总之一句话，海州案以后就不麻烦你了。我洗个手行吗？我金盆洗手。那你那次发生车祸的时间是？2000年9月1日。错了。对的，是9月1日。9月1日嘛，学生开学，路上全都是学生，我的车呢堵在路上，耽搁了20多分钟。好不容易开到大路，我就提高了车速，结果车胎爆胎了，车撞到了树上，我这儿到现在还有一道疤呢。是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一个好心人。去的哪家医院？就你们医院。
我去我们医院的资料里查过，你住院的时间是2000年9月4日。会吧？是9月1日。2000年9月1日是周六，学生们怎么会开学啊？那一年的开学时间是2000年9月4日，记得吗？而且资料上写着，给你看病的是王医生，是个矮胖子，你还记得吗？是吧？那你住院的时间是2000年9月4日。是的。行了，我们再重新来一遍。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以前卖菜，后来杀鸡。那来海州多久了？89年来的，快30年了。那你那次车祸的时间是？2000年9月4日。我们现在进行下一个环节，叫心理剧。你把自己想象成是一个杀人犯。你杀了很多人，你异常的愤怒、不满、怨恨，你需要把情绪都宣泄出来。我是需要宣泄。我后面有段文字，大声的念出来。26年了。大点声。26年了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不够。26年了，我每天都活在痛苦中。我不能控制自己去杀人，越痛苦我就越想杀人，越杀人我就越痛苦。我每天晚上都在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在地狱里受折磨。那些小鬼逼我吞下滚烫的炭块，把我钉在刀板上，我生不如死。我不想再受折磨了，求求你们抓住我，结束这一切，结束这一切呀！哎呀！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就是视频里边相簿消失的地方。同样的时间地点，我想还原现场。带你来不是多双眼睛吗？啊！师傅您好，怎么了？您是每天都在这儿吗？是啊。这个人你有见过吗？谁呀？这是我一小兄弟，2周以前在这儿人给欺负了，我们过来看看有没有人能给他做个证。不认识。哎，2周以前是吧？对。你可以查监控呀。你来看看。我们这环卫车现在都装了监控了，智慧云平台，我们每天干活它都能录下来，我自己都挨了几张罚单了。把9月4号晚上9点到9点半之间的视频调出来一下。倒一下。
夏木这是怎么了？创伤后应激障碍症，如果童年时候的创伤没有被治愈，遇到类似刺激，很有可能会诱发病情。这个夏木没跟你说吗？他姥爷被人杀害了。监控沈宇那天晚上，夏木很有可能说了谎。他不但让沈宇摆脱了监视，还隐瞒了自己的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儿的问题。但如果他真的要是有病的话，也考不上警校啊。沈天那边是从来没有提过。很有可能是2次伤害。夏金兰那件事已经过去了，翻篇了。他之前也跟我说过，不然他也考不上警校。但是他姥爷这件事儿，可能把他以前的痛苦又翻出来。从他姥爷遇害的案子入手。但是如果真的找到证据，证明夏木有问题的话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让他滚蛋呗。哎呦，我怎么睡着了呀？哎呀，睡醒了。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太舒服了。哎呦，我真是打扰你工作了呀，沈医生。你说奇怪不奇怪啊？我回到家怎么都睡不着，可是在你这儿，我睡得特别香。那就说明我们今天的治疗有疗效呀。是。我给你开了点药。大概2个小时以后你再吃吧，先别着急回家。你在这睡了这么久，先出去多运动运动。大概10点钟左右再回家，好好睡觉。哎，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？我记住了，2个小时以后再吃这个药，在外头运动运动。对。哦，对了，我们现在的治疗都是保密的，为了保护你的隐私，少一些外界的干扰，对你的病情恢复有好处。哦，这个手机给你，以后我们就用这个手机联系。这个也是送我的。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谢谢了，你真是太好了。发起系列尾随入伏杀人案件，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。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，警方现将案情向社会公布，希望广大市民能积极检举、揭发犯罪分子。
发起的紧急任务。凶手当时用你们家楼下的公用电话打过电话报过警。对不起啊。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抓住凶手，等待他的只有死路一条。你没事吧？过几天，我带你回保护站。我是来看病的，前面3个病人都没来，护士先让我进来。来吧，开始。名字？年龄？你有什么困惑吗？困惑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。梦里我在给一个人打电话，这电话一直在响，可就是没有人接。我刚要挂，那个人接了，是个女的，她叫我爸。是你吗？你说这个梦是什么意思呀？有什么寓意吗？就是一个普通的电话而已，没什么寓意。你别想太多，放轻松一点。别想太多，轻松我怎么轻松啊？后来那个电话又响了，他打过来，一直在响，一直在震。我就把电话接起来了，还是那个女的。你知道她怎么说吗？她说：“爸，是你吗？是你吗？”是你吧？是你。夏警官，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固定电话的号码是你，我知道是你，沈玉，别装了。没错，那电话是我打的。那
那说明什么呢？我爸失踪了那么久，家里的公用电话我从来都没有换过，就是期待哪一天他能打电话给我。所以，我每次接到电话的时候，我都会下意识地问一句：“爸，是你吗？”17年前就是你爸杀了他。你爸在杀我老师之前，用楼下的公用电话打了电话。那个号码的基础叫沈海洋。夏警官，你现在连梦境跟现实都区分不了了，你有严重的妄想症，你的情绪、你的语言，还有你的肢体，都只能说明你是真的病了。田玉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当年海州案的凶手就是你爸沈海洋。是不是你也知道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啊？承认吧。夏沫，你最好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，别让警队的人发现了，到时候我也帮不了你了。沈医生，别拦着我，沈医生。夏警官，放轻松一点，我给你开点药。你逃不掉的，你爸也逃不掉。好了。我是海州市刑警队的，我想问一下，刚刚那个人开了什么药？地西泮片。长安。喂，龙队，大木今天在沈宇的办公室待了一段时间，现在进入了成功派出所，我要不要进去看看？不用不用。他从沈宇那儿出来以后，去药房取了药，我问过了，是安定片，一种镇定类药物。我觉得你的判断有可能是对的。行了，你先归队吧啊。派出所那边我去说。